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央媒深度对话周深现状，那英所言句句属实。周深还在唱歌，那英没说错，他只是说了句大实话。歌手嘛，总得唱点大家能听懂的歌。这话一出，网友炸了，周深粉丝直接破防。可你细品，他说的是错的吗？32岁的周深站在聚光灯下，像个透明人。他开嗓即巅峰，闭嘴便消失。热搜上他的名字常和神仙嗓音捆绑，可下一秒就被某明星离婚冲走。数据有，口碑稳，流量呢？像沙漏里的沙，抓不住。他最近一次出圈，是因为在录音棚里录到凌晨3点，工作人员偷拍视频流出，黑眼圈重的像被人打了2拳。这算什么？励志故事？还是行业悲哀？央视来拍纪录片了，镜头对准他，不煽情，不催泪，就看他一遍遍试音，一句歌词唱17遍。导演问他累不累，他笑，习惯了。3个字，轻飘飘，却压得人心口闷。有人说他是内娱独苗，美声跨界流行的唯一成功案例，真吗？他翻唱《千与千寻》主题曲时，日本原作者亲自发推称赞，国内综艺评委却说技巧太满，缺情感，技巧太多，反而成了罪过。他曾在一个音乐节后台被记者堵住，问你会考虑转型演戏吗？他愣住，摇头，又点头，最后说我想好好唱歌，但好像没人想听。声音很小，几乎被风卷走。这不是矫情，是现实。主流晚会要热闹，综艺节目要爆点，短视频平台要15秒高潮。谁耐烦听一首3分钟层层递进的情绪叙事？周深的歌是需要坐下来听的，不是刷手机时当背景音的那种，所以他注定小众。可他在 B 站跨年演唱《达拉崩吧》，1人分饰8角时，弹幕刷屏克死我了。2次元少年魂觉醒，宅舞区 UP 主集体打 call， 那一刻他才是顶流。央媒采访那天，他穿了件素色衬衫，没有 logo， 没有设计感，像刚从练歌房走出来。记者问他对未来的期待，他说希望我的声音能多陪人一会儿。这句话说完，全场安静5秒，像一个世纪。他不是不想红，他是不敢红得太快，怕捧杀，怕标签，怕有一天人们只记得那个高音很吓人的男生，忘了他也写词作曲，也熬夜改 demo， 也会因为一段和声不对劲而失眠。有制作人私下吐槽，周深接商演太挑了，品牌方给钱都不接。为啥？因为他坚持要在广告曲里加一段无词吟唱，客户说听着像鬼叫，笑死。但也正是这种轴，让他在资本横冲直撞的娱乐圈还留着最后一丝体面。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？当年选秀时淘汰他的评委之一，如今在综艺上模仿他唱高音博笑，台下观众掌声雷动。而真正的周深，在录音室默默为一部冷门纪录片配乐，1分酬劳都没拿。这才是内娱的荒诞剧。单飞这些年，他没塌房，没绯闻，连恋情都零物料。站姐蹲3个月拍不到1张牵手照，狗子都懒得跟。你说他糊了吧？可只要他一开口，全网照样磕到了 YYDS 刷屏。他活成了悖论。前阵子某顶流男星翻唱他的代表作《调降了8度还跑调》，结果热搜第1挂了2天。周深本人转发祝贺，好听，评论区瞬间沦陷。柠檬精上线虚伪心里苦吧？他没回应。
第二天发了一条动态，练声打卡第1894天，配图是空白图纸，懂的人自然懂。有人分析他为何难登春晚 C 位，理由五花八门。有人说他形象不够喜庆，有人说他歌曲太阴柔，还有人说他不会笑。不会笑？你看他采访，明明爱笑，只是那种笑带着点疏离，像是随时准备退场。顶级歌手有时输在太清醒，他清楚这行的规则，也知道妥协就能换来资源，但他选择卡在中间，不迎合，也不对抗，用持续输出的作品缓慢堆砌自己的城墙。去年他办巡回演唱会，上海场加座3次，黄牛票炒到2万，主办方激动宣布现象级成功。结果第二天热搜是某女星穿错礼服，瓜田里没人提她，仿佛一切都没发生。可场馆外3000名粉丝举着荧光牌齐唱起风了，清唱，无伴奏，声音汇成河。路过的出租车司机忍不住停车听。他说：“这比春晚热闹。”有时候，真实的存在感不在热搜榜上。业内有个说法，周深的数据很怪，专辑销量不高，但线下演出上座率奇高，综艺常驻少，但每次飞行都能引爆话题。它像一颗隐形核电池，表面温吞，内里能量巨大。也有资本想收编它，开出天价合约，条件是每年至少上8档真人秀，配合炒3组 CP。他婉拒了，对方冷笑：“你不营业，迟早被遗忘。”1年后，那位资本大佬因税务问题被查，周深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一份关联名单里，干净的像雪落进湖心。在这个人人都忙着搞快点的时代，他偏偏走得慢，慢到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在乎fame名声。但他真不在乎吗？去年颁奖礼，他凭一首冷门 OST 拿下年度最佳 Vocal 人声奖，领奖时手抖，说了句让全场愣住的话：“谢谢你们，还记得我是个歌手。”台下寂静，接着掌声如雷。有几个年轻练习生当场爆哭，他们说那一刻才明白，原来坚持唱歌本身就是一种反抗。那英确实没说错，但他可能忘了补充一句，有些歌手就是要唱那些不好懂的歌，才能活得像自己。周深不是大众甜品，他是深夜食堂的一碗热汤面，不炫目，不抢戏，但在某个寒冷时刻能把你救回来，所以别急着定义他糊了或火了，他根本不在你设定的赛道里跑，他只是日复一日的唱，像呼吸一样自然，像使命一样必须。听说最近他又进棚了，新歌是首童谣改编，制作人说他录了整整3天，只为一个气音的轻重。外界吵着要他破圈，要他出爆款，要他争番位，他倒好，躲进音乐里，连朋友圈都懒得发，这才是最狠的叛逆。你说他需要被揭开吗？央媒来一趟，又能改变什么？行业依旧看流量吃饭，平台照样用算法杀人，观众还是更爱看吵架而不是听歌。但只要还有人在深夜戴上耳机，听到大鱼前奏落下眼泪，周深就在赢，而且赢的是另一种游戏。你有没有一瞬间觉得听周深唱歌像在听灵魂说话？或者你根本听不完一首完整歌曲，